秦总，哎呀，什么风把您这尊大佛给吹来了？快，屋里处理请。刚泡好的大红。茶就不喝了。钱社长，气象台刚发布特级霜降预警，超北地涡魂南下，今晚10点后，你这片区域的气温将骤降至零下10度，并持续72小时。秦总，林总监，这种预警年年有，哪次真来的这么邪乎？我这批花棚是最新款的，双层覆膜带加温线，绝对扛得住。往年寒潮都平安扛过去了，没那么娇贵。一旦断电，棚内直接跌到零下5度，墨兰2小时内结冰破裂，只会救无可救。我带了车和人，签统货收购合同，按盆给价，不管品相。现在立刻装车转运。秦总，你这是趁火打劫！我这批暗香树影是准备在春节花市上拍卖的，一盆炒到5位数都有可能。你一个统货价就想全收了，打发叫花子呢？5位数？我问你，你的备用发电机能保证市政电力中断的情况下，让加温线连续工作72小时吗？你的花棚结构能抵抗寒潮带来的积雪压力吗？你是在拿你合作社全体成员的身家性命去赌一个几乎为0的概率，而我是在给你一个100%能到手的净利润。我不是在压你的价，我是在买断你的风险。去拿箱子。200万保证金，钱社长，我的老板没时间跟你耗，签，钱留下，我们的人立刻进场，不签，车队30秒后启动，你的货就烂手里了。二叔，不能签！他这是趁火打劫，我们凭什么把马上要下金蛋的鸡贱卖了？秦总，东篱合作社那边彻底谈崩了，钱勇当众阻止签约，他们根本就是群被贪欲冲昏了蠢货。关键是我们的项目为春节档期准备的暗香疏影独家发售活动，平台的预热已经全铺开了，意向订单是去年的3倍。现在东篱断供，我们拿什么交货？光是维优金和品牌信誉的损失，就足以为别人的愚蠢买单，不是我的风格。他们信钱勇画的那个春节一飞冲天的大饼，就该有摔死的觉悟。可是我们的危机是真的，秦总，这次我们赌得太大了。为了拿下独家，我们甚至拒绝了芳菲苑的联合推广。林婉，你跟了我5年，我什么时候把宝全压在一个篮子上过？南山蓝苑，您之前让我去盯高总调试套新的恒温系统，难道？特级双向预警已经发了。那批顶级的暗香疏影都安全进花窖了吗？秦总，踏雪寻梅预案已启动。南山蓝苑那边，高明远刚刚回传了第1份入窖质检报告，5000盆特级墨兰暗香树影已全部转入恒温花窖，但紧急低温转移导致超过80%的植株出现冷晶侧现象，花期和品色都受到了严重影响。而且，高明远刚才发来通讯，他想重新谈判价格。他没资格。可是，就在我们去东篱合作社的时候，我们的竞争对手芳菲苑也联系了他，开价3000一盆，想截胡我们的货。高明远现在想待价而搏。芳菲苑，他们连冷冻个的兰花需要用什么来救都不知道，也敢来抢食。他那5000盆花，现在就是一堆昂贵的植物垃圾，没有花间级特供的春启3号营养液，别说卖3000，连最基础的品相质检都过不了。所以，我们给他的霜降预警只是第1层保险，真正的杀手锏是春启3号的独家供应权。商业不是请客吃饭，我救他一次是给他机会，他想耍我，我就得教他规矩。林婉，现在给高明远发一份正式邮件。第一，花间级最终报价1800元一盆。第二，只要他接受报价并签署独家供货协议，我苏技术总监将亲自带队，携带足量春启3号进驻南山蓝苑，确保他这批兰花达到顶级品相，利润翻倍。第三，告诉他我们的法务和财务团队已经出发，半小时后到他门口。如果他拒绝，花间将永久终止与南山蓝苑的所有合作，并向全行业通报他背信弃义、坐地起价的行径。让他选，是拿1800万成为暗香树影未来5年的独家供应商，还是为了多几万的幻想，抱着一滴堆烂根，滚出这个行业。明白。物流那边通知张远，所有 A 级恒温运务车原地待命。另外，联系城西的生物废料处理中心，让他们也派个小组过去。如果半小时后高总没做出正确的选择，就让他们去帮高总处理一下他那一窖的花园垃圾。我立刻去办。
高总，林总监，邮件我收到了，秦总的条件我全都接受。1800元一盆的桶货价，您没有异议？没有异议，一分都没有。您不知道，天气预报说夜里要到零下5度，我这保温系统根本扛不住。我这几千盆暗香树影，我这几年的心血，一晚上就全完了。秦总，这不是压价，这是雪中从炭，是救了我们南山兰苑的根啊！既然您同意，合同即刻生效。老板，高明远同意了。财务、法务、物流3线同步，定金已到账，独家供货协议已签收，优化后的运输路线已下发给张队的车队。好戏开始了。高总，预报又更新了，后半夜要降到零下5度，我们这老旧的供暖系统彻底瘫痪了，备用发电机也跳闸了，完了，全完了！这几千盆暗香疏影，我们几年的心血。慌什么？刚刚花间集和我们签了收购合同，我们的花保住了。真的？花间集怎么会突然找我们？他们不是一直用东里合作社的货吗？签的还是独家供货协议。闭嘴！东里合作社自己不懂规矩，那是他们活该。都别愣着，把应急保温男都给我搬出来。秦总，您可算来了！您是我们南山蓝泉的救命恩人啊！高总，客套话免了，合同款已经到账，花怎么样？品相能达到我们花间集的质检标准吗？您放心，全是准备送去参加花博会的特级品，一件双花，半形周正，1毫的瑕疵都没有。但它太娇贵了，温度一降到零下，2个小时内，这些花就全都会冻伤凋零，彻底变成废品。你的花品相很好，放心，我的设备已经到了，今天我保你这里一夜都不会结束。启动方舟预案，所有墨兰暗香树蚁立即转入地下恒温花窖，你亲自督导，按 A 级标准执行。是。全体注意，转运作业现在开始。地下恒温花窖。是。1号车数据核对无误，准许通过。3号车震动传感器读数超标，立刻重置。我们卖的是花，不是盆栽。不，暖房系统宕机了，停止转运！所有人立刻撤出温室，进入地下花窖，快！秦征，你不是说保我一夜都不会结霜吗？暖房宕机了，我3000多盆花全被丢在上面了。高总，请您冷静。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南山兰苑的资产负债表今晚就会被彻底击穿，我的公司完了！是你把我推进火坑的。我把你推进火坑。林婉，让他看看我们的合同目标是什么。花间集本次活动特级品相暗香疏影的合同预售量是500盆，在温室加暖系统到机，我方中段转运前成功进入本交并完成交接的特级暗香树影共计512盆。512，可上面还有3000多盆。我的方舟计划目标是确保花间集的合同履约，不是拯救你的南山兰苑。我跟你签的是采购合同，不是慈善捐赠协议。你选择了遵守契约，第一时间配合我，所以我保证了你的核心利益。至于那些多出来的，那是你的风险，不是我的。为了维持这间小小的花窖，我们2套备用供电系统全开，才勉强锁住18度。秦总，最新消息，城西电网已因过载分区拉闸，东林合作社所在的区域就在第一批名单里。他们那些靠几台电暖器和一张塑料膜的希望，现在应该已经彻底熄灭了。东离合作社那几盆暗香树影，现在恐怕已经成了谁都不会要的一文不值的工业酒精原料了。各位老板都看清楚了，这就叫消费升级，懂吗？那个姓秦的想用统货价就捡我们暗香树运的漏，做梦！就是，我养了20年兰花，什么温度没见过。他说有霜降，我们这进口的恒温系统是摆设吗？小题大做，他那秘书林婉看着精明，我看就是个传话的丫头片子，懂什么叫年消化经济。各位，这才是我们的目标价
去年隔壁市的花王卖了5万，我们今年的品相比他们的只强不弱。钱勇有魄力，有远见，这才是我们东丽合作社该有的样子。等这批花一出手，我就把这辆车提了。办公室这套旧茶具也该换了，换全套紫砂的。好，跟着钱社发大财！来，各位，为了我们即将到来的泼天富贵，干杯！干杯！发大财！秦总，南山兰苑最后一批恒温运输车队已于5分钟前全部进入城郊1号恒温舱，所有兰花品相质检报告均为特级，全程文控数据完美，无一损伤。东丽合作社呢？还在狂欢，钱勇正在他们合作社的官方账号直播。家人们放心，什么极端寒床都是姓秦的在那危言耸听，看见没？咱们这几台大功率工业暖风机对着大棚吹，比他那套德国系统都顶用。没错，没错。他想压价捡篓，我告诉他，等春节花市一开，咱们的暗香树印直接送进拍卖行，他花间急，连入场的资格都没有。通知法务部启动天眼网络证据保全系统，把钱勇这场直播的完整录像以及东丽合作社所有公开群聊里吹嘘他们供暖能力、辱骂花间社的言论全部进行时间戳公证。明白。等他们自食恶果之后，这些就是击穿他们卖惨公关的铁证。他们没有机会打公关战，韩朝的主力封面已经越过城市边缘。东丽合作社的审判还有3分钟。来呗，家人们，看见没？这就是科技。姓秦的还在用老一套吓唬人，我们已经进入工业 4.0 了。没错，等咱们的暗香树影在春节拍卖会上拍出天价，让他花间鸡后悔去吧。来，为了我们东丽合作社的未来，为了我们即将到手的泼天富贵。这是咋了？别慌，估计是网络延迟，系统在自检。德国货，智能的很。温度怎么回事？不可能，一定是传感器坏了，是假的。红旗，给我强制重新主系统！不行，勇哥，系统锁死了，他在保护自己。那就手动超频，把备用供暖的功率拉到最大，烧了也要给我顶住。兰花，我的兰花！合同，秦征的合同，200万现金！我的天，我们都干了什么？200万，那本来是我们的钱，我那30万的贷款，我拿什么还啊？都是你！要不是你说你懂行情，不让我签约，我现在会赔这么惨吗？你说你能给我买更高的价格，现在花毁了，怎么办？花比人还娇贵，说没就没了。我儿子的首付，我借的30万贷款全投进去了。钱勇，社长倒了，你这个带头人倒是说句话呀！你不是吹牛说你的法子万无一失吗？现在怎么办？霜降预警，极端寒潮，秦征，他说的是真的，是真的，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秦征拿着那份救命的统货合同来救我们，是你把他当成吸血鬼赶了出去，为了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春节天价。哭有什么用？闹有什么用？能让这些花活过来吗？能让银行不催债吗？现在只有一个人能救我们，我去找秦征，跪下磕头，也得求他收了这些，哪怕是当垃圾收。钱红灯，你特么给我起来！你不是在群里保证说这套进口的智能温控系统3路备用电源万无一失吗？他不是说技术协议亲自审的，零下10度都扛得住吗？现在谁来告诉我，为什么零下5度它就成了一堆废铁？他承诺的万无一失呢？
别说了，社长他已经气急攻心晕过去了。这些花也许还有救，里面的花架有遮挡，温度应该没那么低。我们赶紧想办法把电接上，慢慢升温，说不定还能缓过来。缓过来？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兰花的细胞液早就结晶，把细胞皮都撑破了。现在他们就是一堆加了月绿素的冰块，神仙来了都救不活，都是因为他的谎话。我的定金50万，为了抢定下一批荷兰的珍稀乙种，全靠这次的收成来周转，现金流全断了，我完了。孙秀兰，你干什么？我问你干什么？还嫌不够丢人吗？这些东西已经烂了，是垃圾。没烂，香味还在，你闻，香味还在。只要香味还在，我们就能卖给宏大香精厂提炼精油，这笔钱足够我们还清贷款了，我们还有救。救？拿什么救？你让宏大香精厂的刘经理闻闻这是什么味儿？这是烂菜叶子冒出来的臭味儿。你当人家的精密仪器是给你处理这堆毒垃圾的吗？睁开眼看看，是我们自己把活路烧了。秦总拿着那份救命合同，白纸黑字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是怎么对他的？骂他是黑心贩子，骂他是来吸血的。我们把那份能救所有人家命的合同当成废纸撕了。现在我们连这堆发臭的垃圾都不如。社长，你看都化了，是不是还能有点用？我们赶紧收起来，送去宏大香精厂。他们不是也收残次品提炼香精吗？兰花最金贵的就是它的香韵，这一动再一化，细胞别全部破裂，芳香物质不是逸散了，就是彻底变质了。这现在就是一滩发臭的垃圾。别说提炼香精，你就是把它晒干了做香包填充料，都只会把你的衣柜熏臭，一文不值。什么味儿？太冲了，想吐。你们看那儿，那是什么在动？黑乎乎的。真菌鸟，是真菌鸟。这些烂花烂根全成了他们的字地。跑，快跑出去，这里没法待了。完了，不是兰花完了，是我完了。几千万的货，上百个家庭的全部投资，现在全成了烂泥和虫子。等他们从绝望里回过神，发现我吹的春节一盆卖几万根本就是个屁，这笔账全都要算在我头上。他们会跟我拼命的，会去法院告我商业欺诈。动啊！你他妈给我动啊！他们会让我把牢底坐穿，不在那之前，他们会先把我活活打死。去大城市，对，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谁也别想找到我。是钱勇，他想跑。为了给你吹的春节大计扩建新棚贷的款，今天到期。赵德发，各位，我们是生意伙伴，做生意就有风险。我们当初是集体决定搏一把大的，难道你们忘了我们是怎么一起嘲笑秦征那份1800的保地价的吗？那是赌，我们都上了赌桌，只不过这次我们赌输了，要认。赌？我们这些人懂什么叫暗香树影的培育周期，懂什么叫市场风谷。我们只知道你从城里回来，你懂电脑，你做的表格最好看。你说秦征的双价预警是危言耸听，是压价的手段。你说你的渠道消息，春节前必有到春寒，物以稀为贵。我们这批花能卖到1万1瓶。你让我们签的是放弃东保底收益，赌你那个渠道消息的对赌协议。我拿我儿子结婚的首付跟你赌，现在我的赌注没了。赵德发，他不是说要认吗？在赌桌上输了钱，拿什么还？手和脚都给我绑结实了，他的车
他的房还有他这个人，今天就是我们的本钱。钱勇，我为了升级恒温系统贷的50万，今天就是最后活人日。现在别说本金，我连利息都还不上了。他这几年在合作社里牵头，自己的智能温控大棚换了3代，车都换成了，开的都是我们的血汗钱。让他赔钱，查封他的智能大棚，扣了他的抵债。别，不是我，这事儿不能全赖我，我只是提了个建议。是钱洪德，是我们的前社长。秦总那份白纸黑字的救命和合同摆在桌上，是谁拿着合作社的公章死活不肯盖下去？是他。可吹牛说能联系上方飞苑，把我们骗得团团转的人是你。我承认我吹了牛，但那也是被钱洪德逼的。他当初否了秦总的合同，就必须给大伙一个交代。是他暗示我，让我去外面画个大饼，先稳住大家。你们看，这是他让我记的，说只要拖过这阵儿，他自有办法。现在出事了，他想把自己摘干净，没门儿！你这个畜生，还在撒谎！可不管他怎么撒谎，有一件事是真的，当初就是钱洪德那个老东西亲手把我们的活路给断了。钱勇这个骗子要清算，钱洪德这个罪魁祸首更要清算。今天他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你吹的牛，说有大客户要天价收购，现在把你的手机拿出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让他下单。是他，都是他指使我这么干的。赵叔，是他不想签秦总那份保底合同，又怕担责任，才让我出来画个大饼，把大家的胃口吊起来。你血口喷人，是你自己利欲熏心，跑来跟我吹嘘市场前景，说我太保守，说要带领合作社创造奇迹。我才是一时糊涂，信了你的鬼话。这是我在你办公室电脑里找到的，还没来得及删除的合作社管理费及超额利润分配补充协议草案。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一旦暗箱树影的最终售价超过预期，合作社管理费上浮5个点，超额利润部分你们2个私下再分3成。你的客户，你的电话，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没有，根本没有什么大客户，都是我编的。很好。根据合作社章程第10条第4款，因个人欺诈行为给全体社员造成不可挽回之重大损失者，经临时社员大会表决，可剥夺其全部股权，用以抵赔损失。同意启动程序的举手。钱勇，我宣布，从现在起，你在东丽花卉合作社一无所有。赵叔，我错了，鬼迷心窍，我没有大客户，我根本就没有大客户。骗子！你这个天杀的骗子！走！你的股份我们会1分不少的拿走，但在这之前，你得把那个客户的谎给我们圆上。你不是说有客户吗？行，就当有。他为什么不要了？你总得给我们一个交代。姓钱的，你什么意思？发一堆垃圾照片给我，花瓣都冻出黑斑了，叶子跟烂白菜一样，这叫暗箱输赢，这叫索命无常。你当我们是收垃圾的？这批货我们1盆都不要了，违约金等着收律师函吧。完了，全完了。还有办法，赵叔，还有最后的办法。宏大香精厂，镇上的宏大香精厂，品相是没了，但香味还在。暗香树影的香味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可以提炼香浆油，做不成顶级香水，做基础香料，做香薰蜡烛总行。能回一点本，肯定能回一点。你还想骗我们？花都冻到细胞壁破裂了，有效成分早挥发光了，还出个屁的油！就当是最后一根稻草，让我试试，求你们了。好，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我现在就给刘经理打电话，我开免提，如果他说收，我们还有条活路；如果他说一个不字，你懂什么商业谈判？毛手毛脚的，这通电话关系到大家的命。我跟宏大香精厂的刘经理打过交道，这我来谈。
刘经理，您好，您好，我是东里合作社的钱洪德啊，没打扰您工作吧？哦，钱社长，听说了，你们那批墨兰暗香树影让这次极端寒潮给毁了。是，这次的霜降预警太晚，我们根本来不及防备。不过刘经理，我们请专家看过了，这批花虽然品相是没了，但因为是速冻，细胞皮破裂，但芳香醛化合物大部分都锁在里面了，出油率可能低点，但提炼基础的兰花油绝对没问题。您看我们这些冻伤的暗香疏云，您厂里还不收来提炼点基础油？钱社长，咱们是生意人，按规矩说话。我不谈价格，我先问你，你这批货做过热裂变色谱分析吗？霜降会导致兰花细胞壁大面积破裂，释放出一种我们行内叫败素的物质，它的含量能让我的香精直接从特得品降为工业废品。这个指标你们测了吗？刘经理，我们就是种花的，哪懂这些？我们可以挑，把冻得不厉害的品相型的挑出来给您，绝对不含糊。挑，钱社主，你别算这种外行账，损伤是在细胞层面，肉眼根本分不出来。退一万步说，就算你能挑，我这台几百万的超冷线萃取机，开机一次的电费和折旧，你那点残花卖给我的钱够付吗？我这是香青厂，不是手工艺品作坊，而且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要求我做什么。我刚才说的败素，一旦进入我的超临线萃取系统，会跟核心催化模块的最金属涂层发生不可逆的聚化反应，意思就是我这台几百万的进口设备会因为你这一车不值钱的废料彻底报废。我得停产半年，等德国工程师来修。钱洪德，你把这种东西送过来，是想砸我刘某人的招牌，想让我关门大吉吗？你这不是在卖花，你这是想拉着我跟你一起死！我的天哪！我见这个恒温大棚借的高利贷30万，下周就要到期了呀！我还不上，他们会打死我的！钱勇，都是你！你这个丧门星，你把我们都害死了！闹够了没有？为了升级这套最新的恒温保湿破棚，我从银行贷了50万。50万！下周再还不上，银行就要来封我的棚子，收我的家，我一家老小都得睡大马路。你现在打死他，我的钱能回来吗？是我的错，我他妈就是个蠢货，是我利欲中心，信了网上那些一株兰花一套房的鬼话，是我害了大家。都他妈别哭了，哭能把钱哭回来吗？哭能让银行不收我们的棚子吗？还没完，我们还没死绝，还有最后一条路。去华坚基总部大厦，去找秦征。你他妈疯了！我们把他骂成那样赶走，现在回去求他，你嫌我们死的不够难看，还想让我们跪着死吗？老赵，让他说完。还有什么好说的？我的高利贷下周就到期，30万，他们会打死我的！脸面值几个钱能换命吗？对，就是不要脸了。我们不是去求他可怜，是去给他添堵。他秦总不是要当行业标杆，要建新秩序吗？他能眼睁睁看着我们东篱社几百号人死在他公司门口，背上一个逼死核心供应商的骂名吗？他不在乎我们，但他在乎他的生意，他的名声。我们全社的人一起去，把姿态放低。他为了行业声誉也得拉我们一把。这是在赌他要脸不要钱。哼，我赌他不敢让这件事上新闻。我没指望他按原价收，甚至不是他之前给的统货价。我们就告诉他，10块钱一盆，就当是给我们处理这些无效积财的钱。10块钱够还银行贷款的利息吗？够还秀莲婶的高利贷吗？不够，但能让我们活下去，活下去才有以后。对，10块钱也行，活下去。我这就去开合作社的货车。好，老子这张脸不要了，我去拿包装用的纸箱啊！我去拿泡沫网，不能再跌坏了。把方飞苑的春节礼单违约风险评估调到最高级别。是秦总，我们的灾情速报系统刚刚确认，昨夜的极端寒潮已导致所有常规兰花产区全线崩溃。东里合作社准备用于春节交付的顶级墨兰暗香树影，
以确认彻底失去商业价值。高端市场一夜之间出现供应真空，一些渠道商正在用3倍溢价炒作残次品，而芳菲院的公开采购报价已经翻了2番，但市场上除了我们，没人能交货。他们不是找不到货，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们，已经没有货了。总新东合作社的前社长对在楼下说有急事要见你。算准了你们会来，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秦总，芳菲院的公关部门已经瘫痪了，他们所有企业客户的跟春节贺岁礼单全部转向了我们。因为他们试图用残次品去冒充特级品。他们别无选择，整个高端市场除了我们，已经没有任何一棚品相完好的暗香树影了。我们启动了与南山兰苑的独家供货协议，将那5000盆早已预留的特级兰花包装成踏雪寻梅贺岁系列。我们甚至没有降价，只是附上了一份由第三方出具的精确到每一片花瓣的品相质检报告。合约就雪片一样飞来了。信任有时候比价格更昂贵。芳菲院用自己的信誉替我们完成了最后一轮推销。这个春节档，他们不仅输了订单，更输掉了未来。规矩必须有赏有罚。给南山兰苑的高总，你一份1000万级的独家战略合作协议。明白，我要让整个行业都看到，遵守花间级规矩的人回到上什么。现在也该让某些人看看，破坏规矩又会失去什么。走吧，林婉，去会会我们楼下那些哭着喊着懂规矩的老朋友。给南山兰苑的10年独家供货协议，条款再优厚些。另外，花间即将直接投资，帮他们全面升级现有的恒温花轿。秦总，这笔投资至少是8位数，这等于我们帮他们重塑了核心竞争力。我要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供应商，是一个能跟上我脚步的战略盟友。懂规矩的人就该站在最好的跑道上。明白，这份礼比任何短期利润都重。秦总，林总监，别下去，楼下失控了。潇潇，怎么回事？他们不是一直在楼下等着吗？他们不只是等了，他们开始砸东西了。他们把一整车冻死的墨兰暗香输银当着所有人的面，一盆一盆的往我们门口的大理石地上砸。东篱花卉合作社，对，他们把合作社那辆货车横在了公司正门口，把路全堵死了。现在大门口全是碎陶片和黑色的烂泥。孙秀兰还有好几个阿姨就坐在那堆烂泥里，捶着胸口哭天抢地。他们对着周围的手机镜头喊：“是咱们花间级逼得他们走投无路。”这简直是公开碰瓷！现在正是下班高峰，外面围的里3层外3层全都在拿手机直播。我刚看了眼，好多直播间的标题都是“黑心资本家吃人不吐骨头，逼死花农”，保安队根本拦不住，场面已经完全失控了。秦总，安保负责人张远刚刚用对讲机吼的，说我们大厦其他公司的租户和路人已经报警了，巡逻车最多5分钟就到。张队问我们是按聚众扰乱公共秩序让警察直接清场，还是我们公司派人下去给个说法？再不下去，媒体的直播车都要到了。说法，秦总，这正合我意，我这就让公关部把他们当初怎么拒绝我们、叫嚣着要等天价的所有直播录片都发出去。我建议不等警察到，我们先发给全网媒体，让所有人都看看这群受害者的真面目到底有多贪婪。我们要在舆论上先发制人。报警很好，发媒体也很好，但不是现在。林婉，你还没懂，他们现在是在干什么？在碰瓷，在闹事。不，他们在搭台，用自己的尊严，用公司的门面，用全城的目光，给我们搭一个最华丽的舞台。警察来了是来当观众的，媒体的镜头是我们的聚光灯。他们哭得越惨，摔得越狠，我们这场戏就越精彩。走，陪我下去。这场闹剧我来导演，你负责记录。家人们，现场直击！
花间集总部大楼，看到没？这些兰花全都死了，花农们说血本无归，来讨说法了。这也太惨了，养一盆这种兰花得花多少心血啊！大企业不能一点后路都不给人家留吧？张远，秦征，是你，就是你害得我们血本无归。你看看，为了保你的花，恒温大城1个月的电费就烧掉10几万。我把养老的钱、给儿子娶媳妇的钱全都砸进去了，现在全完了。要我的命啊！秦总，您终于肯见我们了。秦总，我们知道错了，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撕了您的救命合同。现在我们不求别的，只求您高抬贵手，把这些当成废料收走，给条活路，10块钱，10块钱一盆就行，只求能让我们把欠银行的利息还上。秦总，我们东篱花卉合作社给您供了2年的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您就当可怜我们这些老骨头，几块钱一株，收去给宏大香精厂提炼点低端香精，救救我们的命吧。是啊，秦总，我们知道错了，是我们被市场上的狂热冲昏了头。我们不求多，您哪怕按成本价拉走一点，只要能让我们把买昂贵营养液和维持暖棚恒温欠下的电费贷款上，我们感激您一辈子。林婉，你都记下了吗？几块钱提香精？听到了，秦总。而且关于提降精这个提议，我们恰好有份半小时前完成的快速检测报告可以回应。你们的墨兰在冻伤后以大面积感染双霉病菌，导致细胞组织全方位坏死。简单的说，根据实验室模拟，这种坏死组织在高温高压下会发生不可控的裂减，产生多种危害呼吸系统的挥发性有机物，也就是 VOTs。 结论是，这东西提炼出来的不是香精，而是无法通过任何质检，必须被特殊处理的工业废料。拿着工业废料堵在我花间局的门口，胁迫我收购。你们这是想让我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还是想让我公司的牌子跟你们一起烂掉？秦总的话，我来补充一下法律和商业层面的定义。你们的行为不是简单的胁迫收购，而是携带受管制的检疫性病菌活体，意图进行商业欺诈。你胡说，我们不知道什么病菌，我们就是想挽回点损失。不知道，在法律上从来不是免罪的理由。你们想挽回损失，就要用这些感染了双模病菌的废品来污染花间基价值数千万的恒温花窖和高端供应链吗？我来告诉你们，你们的行为会触发什么后果。第一，根据平台规则，销售携带检疫性病菌的货品属于最高级别的违规，东里花卉合作社将被花间集永久清退，并通报全行业所有主流采购渠道，永久清退，行业通报。不能这样，我们以后还怎么卖花？第二，根据产品质量法，如果这些病害兰花流入下游的宏大香精厂，提炼物导致消费者出现过敏或呼吸道疾病，你们东离合作社以及在座的各位，准备好承担足以让你们倾家荡产、几辈子都还不清的无限连带赔偿责任了吗？我不想赔钱啊，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要赔多少啊？完了，全完了，我把大家全害了。秦总，我们不卖花了，我代表东里合作社向花间集申请一笔紧急疏检预付款。合作社租的恒温培育设备明天就要被强制收回了，还有花农们的工资。秦总，这笔钱就当预支我们未来的供货款。秦总，您看，他们说再不交钱就要把我们告上失信名单，我们这辈子就完了。求您高抬贵手，拉我们一把吧。秦总，您还记得这个吗？这是当年花集平台刚起步，我们东里合作社签的第一份合作意向书。我们是看着平台长大的，是元老啊！您就看在这份情怀上。情怀。
钱社长，花间集做的是平台，看的是数据和规则，不是开故事会比谁更惨。你不给我们活路，那我们就一起死！寒潮来临前，我拿着正式合同，劝你们规避风险。是你们自己为了赌一个虚无缥缈的春节行情，亲手撕了那份能让你们盈利离场的保底协议。秦总，我们赌输了市场就想赌命。林婉，秦总，我不想再看到这些污染视线的东西。是贤宝局应急处置中心吗？这里是花间集总部。我司广场前有人蓄意驾驶机动车，非法倾借并扩散数吨携带双霉病菌的腐败有机废料，现场已构成 A 级生物安全威胁，并伴有恶性公共安全事件，请求立即启动最高级别应急清运和消杀程序。告诉他们，本次事件产生的所有清运费、消杀费、环境修复评估费，连同顶格罚款通知，一并寄给东丽花卉合作社，还有他们的法人代表钱洪德。秦总，林总监，我刚从行业群里看到消息，说你们公司门口，你们没事吧？一些不守规矩的人在自食其果罢了，已经处理干净了。看看你的花。哎，好，秦总，您这边请。秦总，您看，一株都没事儿，全都活下来了。要不是您那通救命的霜降预警，还有您连夜协调来的军用级备用电源，我这半辈子的心血，恐怕就跟东黎合作社那帮人一样，一夜之间全完了。你遵守了约定，相信了花间集的数据，守规矩的人就该有回报。秦总，您言重了，能保住这些花，已经是您给的最大的奖励了，我不敢再奢求什么。高总，花间集从不亏待朋友，我们今天带来的不是一份采购合同，而是一份技术转让和股权协议。技术、股权，花间集将向南山兰苑无偿转让凤凰8号墨兰组培技术的完整专利。凤凰8号，秦总，那不是你们花间局？我们将共同成立一个新的研发中心，就在这里。花间局首期注资5000万，用于中心建设和您现有花窖的智能化升级，而您高总将作为新中心的负责人，并无偿获赠中心20%的股权。未来10年，这个中心培育出的所有 A 级品，花间集不设上限，全部收购。秦总，我这条命以后就是您的，南山兰苑永远听您调遣。秦总，留步！您这一手双减预警，直接把整个墨兰市场清盘了。我们这些下游的香精厂，现在想拿货，都得看您花间集的脸色，这是不是有点不合规矩？刘经理，花间集从不破坏规矩，我们只定义规矩。好一个定义规矩，说白了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秦总，您就不怕我们这些下游厂家集体去找新的合作伙伴吗？比如芳菲苑，他们最近的合成香料技术可是很有竞争力。林婉，在。既然刘经理对我们的规矩这么感兴趣，就在这儿，给大家免费上一堂公开课，把东来合作社的完整案例投到大屏幕上。是，秦总。这是极端寒潮来临前72小时，花间集气象数据中心发布的 A 级双奖预警，已通过加密渠道送达包括东来在内的所有1级合作方。屏幕上有签收回证，这是预警发布后1小时，我们法务部拟定并由秦总亲自审批向东仪发出的独家供货协议。
花间集愿以高于市场均价15%的统货价买断他们全部即将上市的墨兰暗香疏影，确保他们在寒潮来临前规避所有风险，锁定千万利润。这只能说明你们出过价。那么，我们来看看东篱合作社是如何回应这份救命合同的。家人们，刚有家大公司叫什么花间集，想把咱们的暗香疏运全包了，给的价就这点儿。我跟他们说了，我们的暗香疏运春节前1天一个价，你这点钱就想全包圆，做梦！最后，这是寒潮过后的品相质检报告。东篱合作社的兰花因未做任何防护，全部冻伤坏死，生物活性低于提取标准，已无任何商业价值。而同期完全遵照花间集预警和技术指导进行防护的南山兰苑 A 级品相率98.3%。作为回报，我们已与其签订10年独家战略合作，并首期注资5000万。经理，现在看懂了吗？我给了他们生路，是他们自己的贪婪选择了死路。花间集的船票从来只给看得懂航海图，并愿意遵守航行规则的人。通知集团战略部启动对方发院的市场狙击计划，他们的市场份额我要在1个月内清零。